没有声吗？哦，有声。好，哎呀，开始直播了。鉴于上一次的主持人的网一直很卡，所以这次我就自行把这活揽过来了。哎，没有声吗？有声。OK。好嘞，今天呢是那个流程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学义，今天来陪大家一起聊天追剧啊。最近的那个剧情大家有看吗？感觉怎么样？看了，看到哪儿了？昨天的那个大婚都看了吧？我也是，看完给我哭一顿虐呀。今天对我刚看完，今天是开启了这个吴张国的这个剧情了。我看什么哭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行，来看看啊，我们先咱们按流程走啊，然后因为之前也搜集了一些问题，弹幕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问题一，锦绣大婚这场戏太虐了，要亲手了结这么多的我差点出话了，不是随便聊，我也想随便聊，但是看到没，这流程咱们还是得对的，对吧？还是得把流程对完啊。然后亲手了结这么多朋友，当时这场戏的内心历程是怎么样的？就是跟大家看完了一样，也是觉得，哎呀，这个还真是非常的虐。就像他们网友说的，一穿上婚服就没好事。是，所有的电视剧都是这么个流程，基本你前期结婚，基本都得出点什么事儿。好，然后呢，看看弹幕，弹幕啊，我看看有说什么的。他们都没有弹幕，都没有什么人提问题啊。那我就自己来 Q。这个苍梧山副本结束之后，这个锦绣跟天帝大吵了一架。你们觉得这个锦绣他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做高点，是这样吗？这样是不是能高了？可以，没事，不用。哎，对，您看有人说了，就是这也代表锦绣开始慢慢的去，对以前墨守成规的一些东西的开始的一个反抗。对，说的非常好。这个网友叫什么？好像刷过去了。什么？吴张国也叫锦绣？吴张国不叫锦绣啊？最感人的是哪场戏？最感人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挺感人的。你比方说这个，红宁恢复记忆，然后在这个苍梧山的时候，那还挺，就是发现他还是原来的那个小红宁，其实还挺感人的。我一下，我还是虽然好久没看了，但是一看还是一下就看进去了。第几世修成了人不当神的？那我算算啊，应该是第四世吧？对。吃饭了吗？我现在基本晚上不怎么吃东西，晚上不饿。能不能直播1小时？咱们根据今天的情况来看吧。根据今天情况来看看，对不对？
你们问的问题多，我就多跟你们聊聊，对吧？因为你知道，我不是一个爱 Q 这些东西的人。来，那我们就接着把这个第3个问题问完啊！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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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小歪，别动，出去！你走开，小歪，你让开。小歪，你快来，你等等啊！哎啊！妈呀！哎哎，干嘛？骂我呢？行，你还抽酒。哎，哎妈，真沉！哎呀，哎，这好像是不是也给碰歪了，是吗？这样好吗？是，可沉了，现在抱都抱不动。哎，我看有一个熟人啊，我来点一下。看看，哟，小胡老师，哎呀，我刚刚还在想怎么给你刷礼物，然后我点了半天，这个刷礼物这个在哪儿刷？别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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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呃，刷！直播真的间禁止不用刷吗？刷礼物，真的不直播间用刷吗？禁止刷礼物，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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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我在哪儿？你在哪儿啊？我在一个，我在登机，然后我看到你在直播，就点进来了，点进来给你刷礼物，结果刷不上。结果被我邀请连线了，是吗？Yes，你眼睛行，还可太尖了。不是我主要我也整不明白，我正好看什么有2个嘉宾，我就一打开里面就有你。刚我好像看到了一个那个有一只小狗。啊，小歪，它都不是小狗了，大狗了都，老沉了现在。OK，现在几点钟？我跟你聊一会儿就赶飞机去了。好啊，好啊，好啊。嗯，那小胡老师，快跟那个直播间的网友，然后剧粉们打个招呼吧。Hello，大家好，我是辉璇，我是落花神有红军的红宁。嗯，哎，好，今天我跟你讲，今天就我给你当主持人了，好不好？哎，我这个我有点哀啊，然后可能你多讲点儿。我也爱，我也爱，真的，我也爱。天呐，小胡最近在干什么呢？我最近在，我现在就赶飞机，要去哪儿啊？我去北京。要去北京啊？哦，北京有什么地方值得你？我去北京那个就咱就是说就工作，下一份工作？去找工作。哦，好好好，刘老师最近在干嘛呀？我也在工作。你，其实我知道。哎，既然这个咱们这个红宁也来了，正好呢也搜罗了点问题，对吧？这个有几嗯个问题问问嗯咱们胡老师啊。这嗯，个大家都在讨论这个红宁修仙，结果是妖王事儿。对此，这个后续妖王的设定的剧情，可以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吗？我可不是啊，我呃呃我可不是妖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就是呃点到为止就可以，怎么样？明白？我是不能说那事儿是吧？行，那就是其实我觉得，稍点一下也可以，但是不要讲太多。可以。就是我是妖王这个事情呢，它是有一点儿，我不是妖王，我是阿贝贝。阿贝贝是什么意思啊？你还不知道阿贝贝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啊。红宁是锦绣的阿贝贝啊。
不是，就这个阿贝贝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给我们刘老师解释一下阿贝贝是什么意思？阿贝贝，你看他们也都不知道，玩具，不是玩具，不是，就是比如小时候的玩具。比如说，打个比方，我这地儿也啥也没有，等一下啊，等一下，比如说啊。呃，我看我这里面哦，有啥呀？小时候就精神寄托，小时候的陪伴物。哦哦，那比如说我这个，比如说这是我的阿贝贝，然后我就是这样子的阿贝贝，哦就是睡觉的时候得要这哦，样，得要这样才能睡抱枕。得着啊。不是抱枕，就是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物件儿，对吧？啊然后呢，啊然后阿贝贝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必须得，比如说捏着它，比如说抱着它，然后哦，大概你才有明白了。安全感，懂了啊，吧？对，就刚才他们有人说的挺清楚了，就小时候的陪伴物、精神寄托那样的，对可以很有安全感的这么一个东西，是不是？对，啊，那洪给人宁就是他小时候，逗坏了。他从那个红茶开始就是这个锦绣的阿贝贝，对，是这个意思吧？是这个意思。哦，我以为昨天你知道了，我不知道。不是？你平时不是梗那么多吗？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不是网速最快的吗？我快，但是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哦，这小王子和玫瑰哦，这我就大概能明白了。嗯，对，所以红茶就是锦绣从小养红茶花嘛，就是阿贝贝，对，这阿贝贝。红茶其实就是这母后留给我唯一的东西嘛。嗯，嗯，是的意思。对，所以有人我可能说这是南北差异，南北差异，有人说这是应该是男南北应该是男女差异吧？男的好像小时候没有什么阿贝贝之类的吧？有，我看有小孩睡觉的时候脸上顶了个锅盖，是这样子睡的。锅盖啥贝贝？锅盖，脸上有个漏勺，然后还有个嗯、锅盖，就是这样顶着睡觉，然后把那个漏勺漏在这样子，然后那个就是他的阿贝贝。这个那好，我知道阿贝贝这个事儿了。咱们男说男的会抱奥特曼，男的怎么可能会抱奥特曼呢？男的为什么会抱奥特曼？因为我不相信光，因为我不相信这个东西。我相信光，好，那我我们相信光。我们我们我们接着那个回主题啊。嗯那你看，现在剧情发展到现在，其实很多人还是看见了这个人物的成长和两个角色之间逐渐靠近。嗯那昨天这个看到大婚的时候，就是这个虐的那个戏的时候，有没嗯，有心头一紧啊？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有，哭坏了，嗯，哎，好不我也是。容易啊，然后就是说眼睛都哭肿了，你看我今天都哭成单眼皮儿了都。嗯哼，啊，妈，一个大一个小的都。然后我昨天还看到那个有网友说，昨天备婚，今天就离婚。你看这嗯，个那个了吗？对，对此但你有什这个么发表？张国，请说一下。我刚你连线之前我就说这个问题。其实啊，我看完了之后啊，我就老恨那个白茶了。咱不上升人啊，咱就只讨论角对色。对，我也讨厌他，真是就是哎，可恶。嗯，然后红你死的时候他又没了，然后把你一步一步骗成那样，你说那他是真的就是为你好吗？就是就很平。反正我看完我是觉得有点气的。嗯，你当然生气啊。但是那个杨林他本身他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特别好的人啊。咱这个嗯咱只讨论角色啊，咱不上升嗯那个。
嗯啊，然后我这嗯嗯两天我还有刷到杨笠好像也有在做直播，然后去宣传这个剧啊什么的，嗯他嗯嗯嗯。也很努力，但是嗯，那个角色到后面就是我说是角色啊，角挺讨厌的。角色，角色角色，挺讨厌的。不是挺讨厌的，咱不上升本人，单纯说的是角对色对对对角色。哎，对对对，这个 OK，然后后面还给了我一个锁心卓线，哦，索性线，哦哦哦，对，对，就是不能不能动情，一动情就嗯，对，不是吐啊，是吐血。这剧情怎么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剧情，你拍过啊？咱们咱们这一次，咱们只聊关于这个戏的事儿啊，哦咱不聊别哦，的戏，咱别好，串戏了。好，好。嗯，然后今天的戏看了吗？我今天看了《开启无张国》了嘛，我是觉得这个时候的红宁，我觉得是最帅的，我觉得这个时候的锦绣是最可爱的，是吧？因为他没有之前的记忆，他可以肆意而为的做自己，你不真的。觉得吗？但对，是而且这个时候的锦绣特别可爱，她做了她的有一些小表音，小表音，要不要我普通话一点儿都不标准。等一下，她有一些小表情、小反应就特别的可爱。嗯，然后，但反而这一世的红宁有点儿那个什么，我是觉得，就是这一章的红宁可能是最难演的，因为他带着之嗯前所有的记忆，然后又过来，然后又是想为了报仇，然后所以他这嗯个人物的复杂性其实还蛮多的。嗯，对，但锦绣他其实他没有任何记忆，他就是这一世作为一个普通的将军，他就办好他手头上的事儿，然后救嗯国家、救身边的朋友就好了。嗯嗯但是可嗯以给你们在这小点一下，后来锦绣也，反正到最后这章也很虐。然后其实这一章其实最好看的就是这个红宁怎么从对这个锦绣从恨又变回了爱，也可以说，我是觉得一开始也就带着爱吧，也没有就是完全就是恨吧。红宁吗？对啊，红宁哪一世他不爱锦绣呢？嗯，除非他失去记忆。要不还是你呢？先修仙吧，学习到了，先修仙吧。先修仙吧，先修仙吧。然后我觉得这一世红宁还挺清冷的，反亲了，而他俩对红宁跟锦绣就是他俩反过来了。嗯，挺可爱的，反正有反转，而且我觉得有很多很好看的情节，就是有很多，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剧就是第一世、第二世、第三世、第四世都有很多不同的能让大家去看的东西。对，然我那后天在网上看到了那场，就是变成桃花妖附身在我身上去勾引你的那场，你还记得那场戏吗？啊，那场戏，那场戏你为什么会看到呢？我刷到了，你没刷到吗？他都没播，怎么会刷得到呢？我不知道哎，啊，这能说吗？我是刷到了，我不知道，刷到，我是不是讲错了？没事儿，哦，应该是预告，应该可对，能是应该是预预告告吧。啊，嗯，妈呀，脸都给我吓红了。然后，不会，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没关系。对，然后那个，我就突然想起了那天那场戏，嗯，那场戏好像咱俩拍了有好久。有个1、2小时，哎，他中哎呀，吗？我刚刚，等一下啊，你先这场子，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是不是要登机了啊？有，呃，几点的飞机啊？9点。那还
现在是可以登机了，应该是。哦，停止安检了，应该是因为刚对，收到提示，你要不要给我们来一个一边举着一边然后大家陪我登机是吗？对，我要一起登机？我要上天去找锦绣去了。行，先修仙吧，啊，在飞机上修仙吧。来，快，那我接着问啊，嗯，我接着问，那你还记不记得就是这个锦绣洪宁在这一章跟这个锦绣在吴张国这一世然后重聚了，然后那他的这个反应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呢？就你说当时你演红宁吗？的时候你是咋想的呢？红宁嗯，吗？对，就是他特别的，就是这一章有些时候我觉得他特别的纠结，嗯就是我觉得可能很痛苦，因为他最爱的人就在他眼前，嗯，但对是有一种没有办法在一起，但是又没有办法失去的感觉。对嗯，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最虐的一种爱情模式，应该就是你喜欢的人在你的眼前，但是你又不敢跟他在一起，但是你又好像没有办法失去这个人。嗯。嗯，所以第三世对于红宁来讲，因为他第三世他有记忆嘛，但是对，但是所以他就比较痛苦。对，但其实这一章其实锦绣其实就还蛮好演的，因为他没有什么记嗯忆，他对于这嗯一个人就是一种生理性喜欢，嗯对，其实嗯就非常喜欢，嗯，嗯嗯，但后来就是每次不就，但然后就开启了就是追妻火葬场的这个阶段，所以就是说，第三世的锦绣好像跟红宁反过来了。对，其实是反过来的，嗯他因为他对于这个小红茶，他还是就你虽然没有记忆了，但是他的身体还是一直想要去靠近这个人的。嗯嗯，哦，对了，我其实看到，其实，嗯，有一些剧情，嗯，其实都有拍，但是可能有一些原因没有能顺利的放出来。这个其实就是很多不是说我们要去怎么故意去要把它去剪掉或者去删掉等等，而是一些可能，哎，如果在这个地方它就并不是很合适。但是呢，无论怎么样，大家的意见呢，我们也都看到了啊。然后完了就是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啊。然后这个有问题的地方呢，我也代表这个制片方这边，然后也表达一下这个感谢，然后感谢大嗯家的支持啊。我和小胡一起代表这个嗯制片方，然后以及这个芒果，然后都是感谢大家支持啊。希望大嗯家每天都能按时追剧，然后呢，把你自己的看法、意见或者是支持就留在弹幕里，我都会看到的嗯，啊。然希望后，大家能够喜欢嗯，我们的剧，多去看看我们的剧。对，嗯，好，然后那我们来看看弹幕，好不好？看看弹幕，哎，你们就是夸的话，就暂时先不用了啊，哈哈。然后现在主要是讲讲，来那个，来聊聊问题，来聊聊问题。一边追剧一边看直播，你看都想看小歪，不行，小歪，你看小歪的排场还是挺大的。我看看啊，问问锦绣对舅舅的感情，他其实现在还没有讲到关于舅舅的事儿，但是有舅舅这么一个人，可能比较，哎，小胡儿拿着给我们直播登机，快快快，你知道吗？我现在电话间，然后刚刚那个姐姐过来说登机了，我说 OK，嗯，但是我这样会不会打扰你们？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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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边啊？
我坐车是吧？这部戏的我觉得台词难背吗？这部戏的台词其实还好，没有特别难背。就这个成，你这行，呃，你这成户外直播了是吧？我现在坐车，我哎，是不能让就别人看到这个手机。没关系，没关系啊。你还现嗯，所有人都能看到了，你还怕多少人看到？那就这样吧。行，哇，你还是坐着车是吗？看看啊，从什么时候开始锦绣逐渐被度为人了呢？就是在在第四世的时候，最喜欢哪一世的锦绣？我其实都挺喜欢的，但是你要说我最喜欢的，我还是喜欢段飞。嗯，我太喜欢段飞了。你是不是也很喜欢段飞？虎儿段飞好帅，对，段飞是吧？好帅。哦，不是，他们觉得我是我这样。看小说的时候，我这个我觉得段飞又看这个潇洒又段飞，英俊又帅，而且段飞很段飞真很爱水仙，就是他的那种爱很纯粹。嗯。其实到后面，我们当时有一个小设计，就是我跟他们去说的，我说段飞能不能就是在这个水仙走了以后就不要换别衣服了，他就一直穿着那个婚服，结果到死的时候也是穿着那个婚服，就是那个婚服就让我觉得，哎，就穿着那个，让我觉得太哦，虐了。嗯，对，这我要不要可惜先静太短了。音啊？这样会啊，没办法了，那这样吧，你踏既踏实实然事情已登机吧，经发展成好不好？这样了，我就踏踏实实登机了，大啊，家伙儿，踏踏实实登机吧。我就真的先走了啊，好，那我们小胡跟大家说一个再见，好不好？拜拜。刘老师，你慢拜拜拜慢聊，拜拜拜。我先上天去找你了，拜拜。好嘞好嘞，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嗯，啊！好嘞，好嘞，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这你点咋掉就行，我挂呀？不用点是吧？好，但是这咋挂？结束。OK，好了吗？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剧。看小慧也是非常不容易，一直也是辗转在各个城市，然后奔波的工作。哎呀，不容易啊！来吧，咱们在现在的时间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咱们多聊聊天了啊。风的配音是自己来的吗？什么叫风的配音？风的配音，我演过什么带风的戏吗？没有吧？我看看，抓鸭子，那抓鸭子确实是，因为我们那场戏反正很有意思，就是在考虑怎么演，我后来就决定就是放开了演，我就像我自己平常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因为我是觉得他可以需要一个这么一场戏，然后去诠释他的开心、他的喜悦，然后他也逐渐慢慢被他度化成人的这种感觉，这种温柔。我很累的样子，我没有啊，感觉很累吗？还好。我看看啊，因为你们的那个太快了，我得暂停一下，看看前面的。抓鸭子是4年前拍的，对啊，抓鸭子肯定是4年前拍的呀。我看看，故意真的和小胡拍了半个月的吻戏吗？怎么可能啊？想啥呢？我看看啊，聊聊断尾吧，为什么最喜欢他？这个上次都聊过了。上次聊过了，就是因为他很洒脱呀，然后活得很肆意，然后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爱就爱，想恨就恨。
你心悸了多少次？我的妈呀！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是把我难倒了。就目前剧本而言的话，我觉得得有个十几次吧。但是平常你说这个锦绣在天上被小红宁这么撩的，你少不了老心悸啊。第几式最过瘾啊？第几式最过瘾？我觉得还是最后一式吧，因为最后一式他带着所有的记忆，然后他又回到这个天上，然后他可能是最过瘾，然后发现慢慢自己的身世，然后包括是，然后跟这个红宁两个人一起去经历了一些事情，彼此最终心与心贴在一起，然后去完成这个最终章。其实是让我觉得最过瘾的。对，这个落花还真的是我配的第一部这个仙侠剧，然后也是古装剧，然后也是那部戏学到了好多后面所有的古装戏。如果因为我这边所有的古装戏我都会自己要求配音，但是如果可能，最后实际上没有，那可能就会有些别的情况，反正也不知道啊，反正我尽量我都要求自己配的。来一个番外，其实这点事儿，我觉得是，如果戏播的好，大家爱看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有的。弄个小番外，是不是？然后红宁和锦绣，是吧？来一个日常生活中这种家长里短的这种东西，哎，说不定也挺好看，是不是？我觉得可以。回头我觉得今天咱们就可以立一个这种 flag。如果说是这个播的还 OK 的话，看看现在大概是几亿啊？如果能破8亿，破8亿的话，我去看看，或者是破10亿。这样吧，破8亿，我看看，我跟小胡或者再做一个合体直播，或者录个什么视频。破10亿的话，我去跟他们要求弄一个这种番外，好吧？我有没有可能拍了没播？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肯定是没有的。这个我们可以限动，看看到时候如果是到了那个量的话，我自己去申请，不行我自己来弄这个东西，好不好？现在还恐高吗？恐高吗？现在还有点恐高。我看大家现在都已经很那个啥了，那个一直在聊一些那个关于别的戏的那个什么，对，那个戏我也非常喜欢，但是咱们今天就先只聊这个戏的事。如果大家想聊一下关于上一个戏的话，回头咱们有时间，到时候再开一个直播，咱们大家再去聊一下关于那个的戏，你觉得怎么样？今天咱们这个主题还是现在正在播的这个落花世界有逢君，好吗？上综艺这个事儿吧，其实认识我比较久的人都知道，我可能不爱在那么多综艺里面去这个表现自己，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这个演员就是这个演员没有什么神秘感啊，所以会尽可能的少，但咱不是说也不会去，但尽可能的去少一些。代言我是不大爱去弄这个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好好的弄好自己的这个把自己手上的活忙好啊，就可以了。这次生日会别弄了，我求求你们了，真的别弄了，我求你们了。哎呀，我的天呐，我是一个不大爱过生日的人。我看到有问咱们戏的问题了，你看一问戏的问题，我都
这部戏是不是哭戏很多？你演的所有剧哭戏最多的是锦绣吗？还真的是。你想想，咱们这么算啊，红宁死一世我哭一回，然后每一章的大结局我哭一回，然后完了之后又见面又哭一回，又怎么又要哭？你想想，我这相当于哭了4部戏，这一部戏相当于4部戏。当时拍的时候，我还跟那个敖伟鹏在说呢，我说咱们这相当于拍了4个小电影。对，哎呀，其实真的那段时间就是哭戏啊，真的就太多了。可能也就是那部戏吧，可能会让我的哭戏精进了一些。这部戏就是就看到又在聊那个什么那个之前上个戏，这个戏哭的比上个戏要多得多。妖王是谁？我不告诉你妖王是谁。所以看看啊，哥哥如果现在演红宁变成锦绣会怎么演？好像红宁有不对，就我演的那个红宁嘛。女孩子不都是那样，就照着女孩那样演不就完了吗？最喜欢的造型，我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个在残花园2个人一起闭眼修行的那个造型啊，我觉得那个就挺好的。包括就是百花会，那是不是叫百花会？叫百花会的时候，然后他的那个造型也挺喜欢的。但是我们这个戏的衣服啊，是真的非常非常厚，你会看到那个领子全都是4层，还不是5层，所以那部戏真的其实还挺热的。所以你们为什么看？我觉得拍戏的时候就是越拍越瘦，越拍越瘦，其实就是他在后面他就非常热。夜火之殇美好啊！而且你们可以看到一个小细节，就是一开始那个居仙关，我运的这个弓嘛，一开始是黄的，但是自从就是被业火灼烧完了之后，它那一打开，它其实是有那个业火的那个，它是加上了一个那个，也算是一个小彩蛋吧。看看吴张国是很像那种志怪副本吗？志怪是什么意思？谁能给我解释解释那个志怪是什么意思呀？聊斋？还好吧，你们觉得呢？我其实觉得就还好，但是其实吴张国当时大家一起聊，想做的就是可能就是，色调稍微的暗一点、沉一点那种的。因为我们这部戏其实有很多小细节，比方说这个北仙界就是有点这个冰冷感的。残花园呢就是一种夕阳的感觉。哎，Hello，兄弟们姐妹们，不要再说了，不要聊天了啊！谢谢打扰。好嘞。不好意思啊。然后呢？然后这个还有什么？然后上一世的这个苍梧，应该它就是一个很自然、很清爽的这种感觉。段匪当时有锦绣的意识在吗？当时段匪有锦绣的意识在吗？哎，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段匪是有锦绣的意识，就包括最后那个，我突然大脑短路了，那个跟段匪一对儿那个是什么？桃花是吧？哎，是桃花吗？水仙，对不起，
短路了。对，他问的那个锦绣说：“你真的就是没有自己的意识吗？”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沉默，这嘛就是一个留白。嗯，然后我解释一下这个夜火桥这个裤子的这个事儿。他有裤子，他有裤子，他只不过他就是烧到膝盖那个位置了。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拍出来就感觉跟没穿裤子似的，我真服了，我真的是。一开始，而且他那个裤子是我跟工作人员，我们不光是裤子，就那个东西，我们都是一块儿在那烧的。我就觉得就可能要做的稍微那个一点，然后我们就在那烧，然后裤子烧的吧，然后因为他把他那个裙摆那块都已经烧的已经挺往上，那裤子显得就感觉很奇怪。我说那裤子也往上烧烧吧，结果烧就不小心就烧大发劲儿了。有穿裤子有穿裤子，你这不穿裤呢，多完蛋呀！哎，那个地方还挺虐的，结果那咔一大白腿一出来，我差点都喷了。哎妈，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夜火桥啊，那老硌脚了。那地上那种小石子儿啥的，因为它清理不干净，它做的就是凹凸不平，怎么样的，就是那种。所以你们看，其实我就是那种演的那种痛，其实真不是演的，真疼啊，就跟踩在那个什么脚丫板上一样似的，就是太折磨人了，就拍的我这走一步那汗都下来了。你们可以去我刚才说的是指压板吗？我说是脚丫板是吗？对不起啊，跟那个指压板一样，真的是扎脚，老疼啊。但后来得亏那个桥还不长，后来我还吐槽，我说那个桥太短了，没咋演到头了。我说得亏也不那么长，这要长点儿，这脚都扎漏了。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锦绣是从哪一刻喜欢上锦绣是从哪一刻开始喜欢上洪宁的？我觉得他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个生理性喜欢，就是想要去跟他靠近，因为本身他就有他的指骨，他的指骨，然后他就肯定是跟自己的指骨比较亲近。二一个就是他从小到大，就刚才你们说的是什么？阿贝贝，对，就是像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他肯定就是从生来就喜欢，但是他没有，他其实是怎么样从这种从小的这种喜欢变成对他的那种爱，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他一次一次的撩，一次次怎么的吧。其实你看锦绣怎么样，他其实也是个纯情大男孩儿，被一撩，然后完了之后一个女孩儿从来这样再加上他本身可能也不抵触，也不讨厌，所以可能慢慢的也就变得喜欢了。纯爱战神，恋爱脑，对，你们觉得锦绣是恋爱脑吗？我真觉得锦绣真的是恋爱脑，但我觉得其实，在某一些戏里面呢，恋爱脑肯定是不大好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戏里面恋爱脑挺好的，是吧？那一门心思那干事业也不适合我们这个戏，是吧？看看啊，锦绣的温柔和你本人比差别大吗？那当然大，太大了。哦，那个《巨双丝》是四年前还是最近录的4年前啊，4年前啊。4年前那个是我所有录过的歌里面，可能到目前为止是最喜欢的一首歌。后面看看吧，争取有机会，后面的戏如果有合适的话，啊，也想说再唱一个，
对，一般我是就是有的时候跟一些歌手出去玩儿，他们去 KTV 点自己的歌，我觉得不错。所以我说，哎，自己也能有一两首歌，万一去 KTV 自己点个自己的歌，是吧？也挺好。断匪那套太好看了，这套能拍点宣传视频吗？什么意思啊？那衣服头套都不在了，那这拍啥宣传视频呀？觉得自己最像哪一世？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最像的就是这个断匪这一世吧，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属于活得比较肆意洒脱型的，爱咋咋地，就这个姓仙叫猩猩这个事儿吧，我也觉得就是挺奇怪的。但是你现在叫他姓仙，他也不是，他已经也不是仙了。你叫他姓妖吧，这个锦绣也说不出这个口，那只能叫啥呢？我相信那个编剧写的时候，那肯定也是他在考虑这个问题，那还能叫啥？这也只能叫猩猩。因为我当时我在拍的时候，我就在问，我就说这一定要叫猩猩吗？感觉会不会有点太暧昧了？就很奇怪。那不然你们觉得杏花杏花不也很奇怪吗？杏儿，你杏儿，你叫秀儿得了。杏杏挺好，杏杏挺好。梅仙是不是叫小梅？我的妈呀！多发点高清图啊！因为我一忙到拍摄起来，可能就顾不上这些那些的。可能我又不是一个就是经常就是平常上班下了班可能再到别的地方去拍点什么图，拍的怎么样啊？那根本就不是我的性格。你如果老催图吧，可能这个是真没有啊。那个有点图可能就用在什么关键的时间节点，可能放点图。这个你们见谅啊。这个也不是工作室的问题。也就是我是纯懒啊。话剧可能会有的啊，话剧可能会有的啊，可能未来的不久可能就会有了，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线下见面吧，好不好？好，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已经这个超了3分钟了。这样吧，与其超3分钟，不如咱们就超到个10分钟，超到5分钟吧，好不好？然后最后再回答2个问题，好不好？你们还有什么问题？上班的时候跟拍花絮的时候一起拍啊？不行，你上班的时候你可能牵扯一些别的演员，对不对？这不是说你想拍就拍的，对吧？尤其你放的时候，你要去问人家可不可以去放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哪能你们想的太音乐剧考虑嘛？音乐剧可能已经不大适合我了，但是我仍然有一个音乐剧的梦啊。下次想演啥？下次想演啥？想演一个悬疑类的反派。哇，觉得太棒了。军旅题材也好。锦绣，我看看啊。锦绣和昆仑的兄弟情有反转没有？一直都是很好的，而且到后面会关系更好。包括就是我们这个戏最后所有人都有一个很好的结局。所有人都有一个很好的结局，然后不好的人就会有不好的结局，大家知道了吧？和菊花仙，那叫菊仙官儿。菊仙官儿，我跟你菊仙官儿其实有很多，就是我们其实都是现挂出来的东西，就是你包括这个，就是我们俩一起设计的，很多都是剧本之外的，而且张扬哥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能给我这种
在现场的这种新鲜刺激的这种东西。包括有场戏他在吃那个什么什么饼，他没想到我回来突然就把这个东西拿走了，然后他马上就能把这个戏接上，就真的还挺好玩的。对，下次给正阳哥找一个好点的网，找个好点的手机，我们俩再有机会的话，或者看看破8亿的时候带着一起，然后再给大家再直播一个啊，然后给大家一起再讲讲我们现场一些好玩的事儿，好不好？那今天就这样，好吗？好，那就这样了。然后请大家，然后也来准时的来追剧，然后一会儿呢，我会也再看一遍，看一下这个大家今天这个戏的弹幕，因为刚才要准备这个8点的直播，就快速的把这个今天的看了一遍，然后呢一会儿再去看一遍，看一下你们的用户反馈，好吧？那今天就这样，拜拜，好吧？那今天就这样，拜拜。